老驾一路，上步七星，接上式缺地龙。瀑布下沉，摆脚尖，拳脚相照。蹬右腿，合前腿，上冲拳合右胯，扣右脚脚尖。右手顺势放松下沉，合于胯间。蹬右腿，左腿顺势蹬地。收步，右脚虚步点地，两手拳腕相合。双逆缠对撑后坐下沉。下落，两手手腕放松压腕。胸腰折叠，双逆缠螺旋。转，双顺缠向上翻拳。胸腰折叠合于两肩，松胯下沉，两手由拳变掌，对撑发力，顿脚下沉。好，换方向，缺地龙。好，变上步七星，摆脚，起身合胯，蹬腿冲拳相合，双逆缠对撑，下按双拳，拳腕，松胯，两手逆缠螺旋，结合胸腰折叠，涌动上捧，由拳变掌，双逆缠对撑发力顿脚。好，同学们，上步七星这个动作呢，是一个由瀑布下沉的身法转上升的身法。我们之前讲跌叉的时候跟大家强调过，由低身法画高身法的时候，一定要找到周身上下的一个配合合劲儿。就比如说，你看我们在瀑布下蹲以后，包括上一节课也跟大家讲了，只是单纯的蹲下来，摆脚尖，光靠蹬后腿的力量。如果有一些同学呢，对于基础比较差的情况来说，那么起身的过程里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会觉得这个起势身法上领的过程当中比较吃力。那么这时候我们得注意，在蹬后腿的同时，前腿大腿的下方自己可以摸一下，有一条非常粗壮的肌肉，我们要使这个地方进行发力，让前腿拖拽着我们的身体向前行。当然太极拳当中不能用拖拽这个词，只是让前腿产生一种相合的劲儿，来让我们的身体更好的由后向前来进行重心转化和身法的位移。这是第一个小细节，一定要关注前腿，千万不能满脑子都想着后腿，这样的话蹬腿起身的时候就很累了，所以前腿也要想到。那当我们前腿想到以后，变上步七星的身法，这个上步有很多同学好奇脚尖摆的位置，咱们之前呢跟大家说过，脚尖摆的位置的方向是决定了你身法最大的螺旋角度，因为膝脚它方向是要相合的，对不对？所以呢，脚尖摆动的方向，如果大家两腿能够通过裆胯折叠相合，合得很好的话，左脚朝向于正前方是没有问题的。两脚的间距呢大约一肩宽或微微大于肩宽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如果说同学们你的这个胯相合下沉的这个身法做得不够好，你可以在摆脚尖的时候稍微向外多螺旋一些，那么就需要我们多把裆胯多打开一点。这样的话，你看我们起身的时候呢，就会稍微往斜前方上升一点点。这样子的话，既能保证我们上完步以后，左脚是微微外摆的，右脚是脚尖朝前的，脚尖方向可以去帮助我们身法产生相合。但是这里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如果在起身的时候，脚尖摆过来了，但是往上顶膝的时候，进膝盖的过程里面把膝盖合进去了，就相当于说什么？我们没有把胯打开，所以就形成了一个跪膝拧转的动作，把身法带上来，这是不对的。所以大家一定得记住，想把脚尖摆开，那重点核心在哪里？它肯定不在脚踝上，在哪个位置？在我们的胯上。所以大家如果想摆脚尖多一些的话，把身法的方向和裆胯给它结合好，这样子你起身的时候就不会伤膝盖了啊！这是我们起身的细节。那注意看两手，两手在转化上步七星的时候呢，手的方向和动作它是
和身法前进的方向是一致的。你看，当我们对拉打开以后，身法一转，身法在螺旋的过程当中，中线螺旋带动，你看左拳顺势向外翻捧，拳锋是朝外的啊，拳锋是朝外的，而不是在这儿合到这个位置。随着左胯的上下折叠，右胯螺旋打开，咱的左拳慢慢翻出来，从这儿往上起，身子向前向上的方向和冲拳的方向产生相合，这个时候才对。因为有的同学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是边起身边螺旋自己的左拳，那这个时候拳的力量是不是就形成了那种拧转式的外捧了？上部七星由雀地龙转化的时候是什么弧线？当走下弧，所以它突出不突出中线螺旋？不突出。那么我们坐胯下来以后，记住啊，蹬右腿合前腿，让拳冲拳有一个由下向上的螺旋上弧就行了，不用去刻意的去摆拳拧转，这样去把手摆出去啊，方向一致，这是最好的。那同理，后手本来是在上面一个上捧拳，那随着我们的这样摆脚蹬腿，你在上身法的时候，它既然是这个下螺旋弧线，那两手是不是相当于托了一个大球，对不对？随着重心向上起身的过程里，那左拳上冲，右拳下沉，两手就像在打一个大球一样，抱着这个大轮胎，左边向上推，右边向下合，形成了一种抱球式的起身相合。右手随着我们身法，你看从这个方向，到位以后，在摆脚蹬腿的时候，重心到位了，什么时候合右拳？合胯的过程里。所以这个地方也有个细节，当走下弧，重心到位了，合完左胯了，中线左螺旋了，再带着右拳随身法的左转，慢慢的收到自己的腰间，随后左腿右腿同时发力，蹬地，领腿上冲相合。它是一个周身上下动作连贯一气的外形，不能说我到这儿，好累啊，我喘到这儿，好，慢慢再把拳头收上来，脱节了，尽力，包括外形上没有产生螺旋当中的一个相合，那整个动作是不是就没散掉了，对吧？散掉了。所以呢，不要通过那种什么手是手脚是脚去做，以中线不管是下沉还是螺旋为核心来进行带动烧结这是从起身变化两拳相合的位置。那老架一路上部七星看似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双手螺旋转双逆缠外捧，很简单的烧结动作，但是有很多同学呢对于外形的结构变化不理解，那这个地方是我们学完老架以后最难的一个劲力变化，它叫胸腰折叠。因为老架里面的特色最早的时候是藏于内而不显于外，所以脊柱上的一些涌动呢，它不会从外形上过多的去给你展示出来。那么学完这节课以后，大家如果想要去学习新架，那这个功夫就是我们的新架基本功，叫胸腰折叠劲。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胸腰折叠是怎么运化出来的在新架里面是讲的非常细，但老架里面它只是某一个动作上体现过。什么叫胸腰折叠？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叫做胸腰折叠的运化第二种形式叫做胸腰折叠的外形辨识。什么叫外形辨识？我们只要当胯一松沉，腰腹相合，团身下沉，这个动作已经属于胸腰折叠的这种小变化了。但是胸腰折叠你是简单的这样一相合，再一蹬腿一发力，它体现不出来什么？体现不出来运化。什么叫运化？就是将你的身体呢每一个关节和结构打开，让你的身体的脊柱像一个小鞭子一样能够涌动出来，把胸腰折叠的外形细节变化从中线当中利用涌动和脊柱的变化体现出来。所以这是胸腰折叠的运化。那咱结合上部七星的这个身法，它就是什么？就是胸腰折叠的运化。所以同学们不要觉得难，咱把动作拆开跟大家去结合。两手拳腕相合，从侧面看，
什么时候续胸腰折叠呢？如果去掉两手，胸腰折叠就是一个当胯在下沉折叠的前提下，通过腰腹相合，用腹腔发力扣尾闾，然后随着身体的涌动带动节节贯穿，从腰椎涌动到胸椎，然后再放松自然下沉，就是一个这样的动作。那结合两手，怎么带动两手转双逆缠螺旋外蓬呢？看好，把它分开。好，动作一，两手全腕相合，双逆缠，当胯后坐，对撑外蓬，让身前形成一个斜对角的一个对角下沉。有了撑劲儿以后，再放松自然下坐相合，两手自然放松下沉，合到哪？小腹丹田。那两手什么时候开始逆缠？好，开始了啊！好，动作一，扣尾闾，两手全腕，以大臂内缠相螺旋，带动手腕相合内旋。好，慢慢的两手继续向内相合，好像在转这种小车轱辘一样，把拳头向上去合，带动向上冲拳，拧转冲拳。在带动的时候去感受什么？尾闾撑出来，尾闾扣下去，命门撑出来之后，再去感受当胯会有一个小前蓬，看尾闾一扣，当胯前蓬，这个时候你的腰会随着胯的前蓬一点一点的收回来。那随着腰胯的前蓬，腰的内收，那你的胸背是不是接上咱的这个尾闾内扣的相合，慢慢行进到咱的背上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是大家最难去找感觉的地方。为啥？因为平常大家练拳的时候体态不正，你平常一打拳驼个背，那背已经是凸出来的，所以想涌动上来，你会发现只有这个位置在来回摇，上身没变化，怎么办？所以我们要把身体放正啊！咱的课件里边常说，没事了多做做这个梳头展臂的动作，让身体的中线是中正的两肩是自然放松打开的，随这个身法再去做胸腰折叠，你看腰一扣，再产生胸背的相合，这样子去找感觉是更容易体现到身体上了。所以这个胸腰折叠要大家保持两个前提：第一，尾闾得会通过小腹的开合来带动它内扣外蓬。有这样的动作，千万不要拿腰去用劲儿，因为练多了，有的同学反映说老师腰累。正确的来说，胸腰折叠应该是肚子累，带脉前边这块累，而不是腰累啊。所以有了这个动作以后，我们再把上身放正，再去感受下盘中盘涌动向上来到胸背上的这个变化过程。让怎么去找背？咱之前说过，背想要找到撑拔之意，两臂要产生内旋背要相合，两胸外蓬，那就要找顺缠。所以正好应和了咱们的两手，双手放松下沉，双逆缠相合，看到没有？在向上滚动的时候，手臂是不是要有逆缠？那背是不是就出来了，对吧？好，最后再转双顺缠，那沉肩坠肘，沉肩坠肘，放松找到这种胸腰折叠的运化的一个小变化和小折叠。所以这个需要大家去常练，去找感觉。那分解出来就是腰和胸背这两个关节之间要有联系，需要大家慢动作的去找变化很简单。当然练多了才简单，对吧？好，那么最后这个发力是怎么发出来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当这个两腿那随着腰胯的里合内扣，这胯是不是会展开？是吧？胯展开的过程当中，你的重心都会微微的向虚脚上稍微走一点，把虚脚的这个劲力合到你的这个胯间去找这种感觉，好像是一个小夹子一样，突然放上去的这个诱饵被小老鼠踩到了，突然一下合到这儿，找到那种小夹子突然闭合的一瞬间，千万不要去一坐往下一沉。你在做的时候，这个腿上的这个，咱们说了吧，身背五张弓，这腿上的这个弓劲儿还有没有了？那肯定是没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就得找到大腿
它有这个弓膨劲儿以后，哎，再刺激它一下，稍微往下一沉，让大腿的这个弓膨劲儿能够作用到咱的哪个位置？胯前侧，往下一合，让身体产生一个，看从侧面看，产生了一个腰胯的一个上下折叠，把胸腰折叠的这个身法，最后通过发力的形式给它体现出来，找这种感觉。那两手怎么变化？双逆缠对撑外蓬，它对撑撑到哪了？胯间，对吧？所以为啥撑到胯间？因为这个小夹子一合，当胯往后一坐一沉，正好带动这个胸腰折叠这个小鞭子抽到上半身，不要抽头上，顺着两肩双逆缠外蓬，合到哪？胸前中线与肩同高都行啊，或者略微低一点点都可以啊。看好下压，胸腰折叠，力量形成一个整劲儿啊。这是我们的上部七星，看似简单，但知识点却有很多，稍微有点难，需要大家多去体会，多去感受。